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末时期，在三原镇有一对儿兄妹，哥哥柳文思乃是镇上有名的大才子，但却没有丝毫的傲气，反而为人谦逊，不卑不亢。妹妹柳思思从小体弱多病，患有先天疾病，需要定期服用昂贵的药物。兄妹俩经营着父亲生前留下的一家布庄，挣来的钱也不过堪堪够用。这日兄妹二人正在吃饭，突然柳思思剧烈咳嗽，洁白的帕子染上了一抹朱红，本就白皙的脸颊此时更是惨白。柳文思急忙拍着妹妹的背，满脸的担忧：思思，你怎么样了？哥，我没事，这都是老毛病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不要担心了。柳思思安慰道，但是她还是不放心，于是喊来了镇子上最有名的孔大夫。他曾与父亲是故交，思思的病情多亏了他才能稳住。孔大夫看着柳思思皱起了眉头，随后欲言又止，两人走了出来。柳文思问道，孔大夫，我妹妹怎么样了？文思啊，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思思的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最多不过3个月时光。孔叔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吗？孔大夫叹了口气，随后说道，我有一副方子，可帮他延寿3年，但3年后他还是会死，而且这副药材我店中根本没有，需要的药材极其名贵，就算你们全部身家都无法买到，这药方中任何一味都可。孔叔，是什么药？我一定会拿到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能够让他痊愈，你且附耳过来。孔大夫说完之后便离开了，只留下柳文思站在原地半晌没有回过神，手中捏着刚刚对方给的药方，100年雪莲，1000年人参，100年何首乌，如此名贵的药材，他柳文思何德何能才能弄来如此药材？况且这些并非有钱就能买得到的东西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不好？是不是思思的病好不了了？思思，别乱说，你的病还能治好。刚刚孔大夫给了我药方，等我找到药材，你的病就能好了。柳文思托朋友寻找这几味药材，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，3日后他得到了消息，隔壁镇王员外家有着1000年人参，只是这让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还记得1年前，王小姐曾经当街调戏他，要他入赘王家，被他狠狠拒绝，这可真是造化弄人。他带着家中的房契地契以及父母留下的珠宝首饰，来到了王家。王员外与王夫人看到他，并没有让他坐下，而是站着候着，一直等了3个时辰，这才开口，柳文思，你想要这1000年人参，还请员外割爱。柳文思不卑不亢，淡声说道，呵呵，柳文思，你可真是痴心妄想。这时候门外走来一女子，带着嘲笑，来人正是王家大小姐王月。王小姐不知有何条件才能将这人参卖给我？1年前的条件，入赘，否则你休想拿到1000年人参。柳文思眉头紧皱，抱着盒子直接越过了王月的身旁。柳文思，下次来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，你可考虑好了？王月冷声道。但是柳文思并未停留，而是直接甩袖而去。等他走后，王员外冷笑，不知好歹的东西。王夫人则是饶有兴致，等着下次见面吧。柳文思回到家，继续托人寻找着这些药材，但耗尽了2个月，依旧没有任何的消息。而柳思思此时已经无法起床，每天都会咳出大量的鲜血，看着妹妹痛苦的样子，这一晚她第一次喝酒，可越来越清醒，大笑道，上天不公啊。第2日一早，她再次来到了王家，王员外、王夫人、王小姐3人坐在那里，而她站在中间，神情落寞。我需要人参，需要什么条件？
我都答应。跪下。王月冷声道。柳文思内心挣扎许久，想到妹妹的模样，她闭眼跪在了地上，只是嘴角溢出的鲜血说明了她此时多么的不甘。哈哈，你不可一世的柳文思也有今日，真是痛快。王月大笑道，给我人参，这样就想拿到，你未免想得太简单了。今日之内，将我府中所有人的衣裤鞋袜全都洗干净。柳文思照做，到了半夜才洗完，早已饥肠辘辘。他来到客厅，看着王月手上的人参，还有什么条件？我还真有点羡慕那个病秧子，竟然值得你如此放下尊严，放下一切。说吧，需要什么条件？入赘，谁让本小姐看上你了呢？最后一件事你办到了，我便将人参给你。何事？明日晌午，趴在街上走一圈，我就要彻底击碎你的自信心。若是不愿，你自然可以离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柳文思倒吸一口凉气，沉声道。次日，柳文思照办，终于拿到了半株人参，急忙找到了孙大夫，其他的药材孙大夫都有。用了人参之后，柳思思的病情果然好转，不过半月时间，便可下地走路，脸色也慢慢红润了起来。看着妹妹渐渐好转，她才松了口气。这日，她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拿了出来。思思，这些东西你都收好。哥哥，到底怎么了？你怎么把咱们家所有的东西都给我？你要干什么？哥哥要出一趟远门，你飞鱼哥哥有个案子让我协助，估计要去好久，你在家要好好的，知道吗？他没有告诉柳思思自己即将入赘，只是随手扯了一个谎。以前也经常帮飞鱼办案，思思不会怀疑的。次日到了约定的时间，柳文思来到了王家，只有一封婚书，没有婚礼，仿佛在说他是如此的见不得人一般。傍晚，他被王夫人叫到了卧室，随后看着他推开后面2排柜子，露出一条通道，他跟着对方走了进去。这一进去，立马发现了不对劲儿。这里关押的人竟然都是青年、孩子、妇人，最前面则是一排排刑具。柳文思，你知道为何我会带你来这里吗？柳文思没有说话，而是等着他的答案。这是我们王家最大的秘密，贩卖人口。知道这个秘密的外人，都是不会说话的人，而你也将成为他们其中一员。等我女儿腻了，就是送你离开之时。今天刚好让你试试这些刑具。柳文思遍体鳞伤，从头到尾都不曾惨叫，这让王夫人没有了兴致。第二天醒来，她看到身边的王月，看着身上的伤口才知道昨晚并不是梦。你醒了，第一次昏迷了3天3夜，倒是醒来的挺快。今日随我出门，记住守住你的嘴，别乱说，否则不仅你会死，你小妹也得死。王月威胁道。柳文思点了点头，王家这已经触犯了众怒，必须想办法让人进行调查。而他恰巧认识一个捕快，名叫陈飞鱼，雷霆手腕，铁血无情，只是这货经常外出。王月只是带着柳文思外出逛街，在自己这群小姐妹面前进行炫耀罢了。柳文思一路陪笑，一直到一处偏僻的街口的时候，突然说道：我肚子疼，要大姐。王月有些不耐烦，去吧，事情真多。他记得这条街正是陈飞鱼住的巷子，看着房门紧闭，便知道他不在，但是两人曾经有过一段交情，知道如何沟通。他很快在门上画了一只老虎，一个圈，然后便回到了王月的身旁。夜里，柳文思再次被折磨得体无全肤，但他凭借着毅力没有晕倒，而王月早已睡去多时。突然外面传来几声猫叫，他拖着身躯走了出去，来到府中的假山处，只见一道黑影出现在身后。飞鱼，是我。柳兄，你这怎么全身是伤？我见你留下的几号，今日刚从外地回来，便趁着夜色赶了过来。
柳文思将王府的买卖说了一遍。陈飞宇脸色铁青，朗朗乾坤，竟然有如此勾当，简直目无王法。随后两人商量了许久，便决定里应外合。这日，柳文思看着府中的人非常忙碌，便偷偷跟了过去。只见又有一批人被带进了王家，其中不乏小孩、妇人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知道现在不能轻举妄动，万一打草惊蛇，得不偿失。这日傍晚，柳文思问道：“夫人，不知你家这生意，我能否参与？夫君，你也有兴致，莫不是看上哪个狐妹子了？”柳文思笑道：“怎会？夫人如此闭月羞花，我怎会看上别人？只是家中小妹的身子你是知道的，我也需要钱。”提到柳思思，王月便知道她是认真的，他这人从来不会拿妹妹开玩笑。待明日我问问爹爹，今晚看你表现了。次日，王老爷听到这事情，果断拒绝，并冷声道：“这人心思深沉，不能留。你们母女俩也玩够了吧？老爷，你以为前些日子我买的那些毒药是给谁吃的？莫不是？哈哈，倒是夫人想得周到。这种慢性毒药，中毒者毫无知觉，只有打在相应的穴位才能激活毒性，而且天下无解。到时候再把柳思思抓来，让她看看自己哥哥是如何死在自己面前的。那姑娘传说可是有着病西施之称，美艳不可方物啊！最近风声紧，咱们还是小心为上。那陈飞宇又回来了，放心，咱们早就打点好了，只要不惊动陈飞宇就没问题。好，今晚出货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月儿，你看好柳文思，如有状况，直接杀掉。好，爹。晚上府中戒备森严，柳文思便知道今夜王家有大动作，但是自己被王月盯得死死的，根本无法脱身。前几日外出，与陈飞宇说过这几日王家必有大动作，所以便有了传信烟花。陈飞宇也带人一直蹲守在王家周围，一旦发出信号，便可冲入其中。夫人，你喜欢看烟花吗？喜欢啊。夫君，难道你……只见柳文思推开窗户，手中的烟花瞬间点燃，在空中绽放。这时候王月才反应过来，柳文思，你找死！说完一脚踢在他的腹部。这时候柳文思竟然站不起来，浑身都在颤抖。你做了什么？当然是下毒了，知道了我们这么多秘密，怎么会留你？这种毒无解，你就在痛苦中慢慢死去吧。说完，直接朝着王老爷的方向跑去报信。王老爷看到信号的时候，也意识到了不对，急忙开始取消交易。但陈飞宇早已蹲守多时，带人冲了进来，与家丁们厮杀在一起。很快便按照柳文思之前说的地方找到了密室，将王家一行人一网打尽。你为什么会知道？呵呵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自然是柳兄。他一直在府中，怎会有机会与你通风报信？王老爷不解。这时候王月才吞吞吐吐地说道：爹，我带着他出去过2次，为了给小姐妹们炫耀。你个败家玩意儿啊！我不服！王老爷气得差点吐血。柳文思在哪？他死了。王月突然狞笑道。陈飞宇令人看着他们，自己去找柳文思。看到他的时候，他蜷缩一团，额头青筋暴起。看到他以后，飞宇，快带我去找孙叔。陈飞宇自然是认识孙叔的，将人送入大牢，便马不停蹄赶到了孙大夫的家中。此时的柳文思早已命悬一线。孙叔，文思怎么样了？陈飞宇焦急地问道。无力回天。孙大夫沉声道。孙叔，拜托你最后一件事，求求你了。柳文思抓着他的袖子不放手。我这续命3日散，你还有3日。多谢孙叔。喝下药之后，柳文思再次站了起来，走到陈飞宇面前。飞宇，将来等我走后，帮我照顾好咱们妹妹。你先回去吧。
3日后再来为我收尸，不要告诉思思真相。好。陈飞宇离开了。这3日，柳文思带着柳思思做了许多他想做的事情，随后递给思思一碗凉茶，思思喝了它。喝完之后，柳思思便靠在他的肩膀沉沉睡了过去。孙叔，可以开始了。好。3日后，柳思思醒来了，面色红润，她的病痊愈了，想要将这个消息告诉哥哥，但找遍了家中每个角落，都未曾找到。这时候陈飞宇走了进来，思思，别找了。陈大哥，我哥呢？你看我的病好了，我哥知道了肯定会很开心的。他一定很开心。陈大哥，你带我去见我哥好不？你一定可以找到他的。陈飞宇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后笑道，好，我带你见他。来到城西的一处山中，一个小土包前，旁边矗立着墓碑，这是柳文思的墓。这不是真的。陈大哥，你一定在骗我，对吗？陈飞宇虽然答应了柳文思不将事情告诉他，但如今这情况，怎么能不告诉呢？于是便将他为他寻找人身惨遭折磨的事情，后来临死前帮他换掉全身血液的事情都说了。柳思思一个站不稳，摇摇欲坠，竟然昏死了过去。再醒来已经是半月之后，他抱着被子缩成一团。陈飞宇看着他的模样，你这样对得起柳文思吗？他受尽屈辱，以命换命，难道换来的只是你的自暴自弃？我真替他不值。或许是陈飞宇的话，柳思思慢慢独立了起来，不再是那个病西施，她要好好活着，带着哥哥那份爱活着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